畫面中左邊你看到的是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我們一天可以攝取到的添加糖量，而右邊是我們外食族一天很容易會吃到的糖量。這個有糖，16克、20克、46克、54克、60克。如果這些添加糖都是我們很難避免的，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才有辦法在現代的生活環境当中好好的吃糖，但又不容易過量？在衛福部的網站上，我們可以看到公開資料上寫着，平均每6個台灣人就會有1個人每天吃的添加糖超過建議量的上限。而且我還發現有新聞提到，像我們很常喝的手摇飲料，多數時候我們以為喝的是半糖甚至是無糖，但在抽驗的時候，卻還是發現到實際的糖量比想象中的都還要來得高。其實很多人不一定每天都在暴飲暴食，很可能我們只是正常的吃早餐、喝飲料跟買便利商店，但我們以為的这些正常，很可能不一定是想象中那麼正常。我們可以先來看看，如果我没什麼注意的吃一整天，大概會吃到什麼樣程度的糖量。早餐就來個培根蛋吐司，加個大冰奶。午餐時間吃個健康便當，跟1分糖的烏龍。下午時段小點心，來個蛋白棒。晚餐吃個排骨便當，加上無糖豆漿。怎麼感覺一天的糖量就這樣爆了？你自己第一線比較常看到糖都藏在哪些地方？我觉得最直觀的第一個就是甜點、飲料這種，我就是在攝取精緻糖。第二個的話，小餅乾，或者是說有一些人會覺得吃蛋白棒、能量棒很健康，他就可以把它當做點心。但其實一支蛋白棒可能10克、15克的糖都有，1分糖飲料大概10克左右而已。如果要講叫隱藏糖一點，當然醬料一定是最多的，比如說番茄醬、爆炒那種醬炒的東西，裡面加的糖就會比較多去提味。有些新聞裡面寫說手搖飲標榜無糖或是微糖，但測出來的糖量都比他們標示的實際來的再更高，這是怎麼回事？那就要看你這個飲料它用什麼去測。那有一些人如果拿水果茶去測，我沒有額外加糖，可是水果茶裡面本來就含有水果的糖分，所以它可能測起來就不會是無糖。那像這篇文章85.6% 測出來的含糖量大於標示，就有可能是因為來自於乳品啊、水果當中乳糖跟果糖這個糖分，它的標示裡可能寫的是加多少糖進去，並不是總含糖量是多少。因為我們其實法規規定啊，是每100公克或100毫升的食物裡面，如果含糖量低於0.5公克，它可以標示成0。所以其實我們在看這些營養標示的時候，最重要還是要去看成分。那你自己平常會怎麼樣看食品的標示？食品標示就像剛剛說到的，到底有沒有添加額外的糖、蔗糖、果糖這一些的營養標示的框框裡，我就會看本包裝含幾份。所以在看每一份含幾克的時候，我就會去乘上那個本包裝含幾份。在看糖的地方，就會知道這一整個包裝它的總含糖量到底有多少。你就會發現，我覺得沒吃多少，怎麼都一直在變胖，就有可能是因為來自這個地方。講了這麼多糖躲起來的方式，我自己也以為只要認得出它就可以少吃一點。但是說實話，知道歸知道，真正在那杯飲料面前還是輸了。那一刻我突然在想，到底是糖太狡猾，還是問題其實在我身上？我們很習慣說這是意志力的問題，可是如果真的是意志力，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在同一個地方失手？所以我帶了一些問題去找李醫師，我想知道當我們吃到甜的那一瞬間，腦袋裡到底發生什麼事？這件事情可以從舌頭先說起。味覺其實是人類在演化過程中能夠生存篩選很重要的第一道關卡。甜進到舌頭之後，它就會去引發後續一連串的反應，大腦的獎賞的系統或是記憶跟一些神經的回路去做交互的作用跟學習，讓你知道說這個東西是我想要的，我記得住的，而且我下次要再來一點點的。它不只是舌頭跟大腦，它其實跟腸道也有關係。因為這些糖進到我們的腸道之後，像神經主細胞，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這個糖的熱量。腸跟腦又有一個連接，就我們說的腸腦軸會有一些交互作用，影響到你的飲食的習慣或是對食物的喜好。所以不只是你的舌頭、大腦、神經運作、腸道的反應，都會讓你對甜的這個食物會比較偏向有喜好，或是想要去靠近它的感覺。為什麼有些食物我們吃了會飽，但是有些吃了之後會越來越想要吃？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想象一個食物哈，就是焦糖海鹽巧酥冰淇淋，裡面有什麼成分？糖代表是能量嘛，脂肪就是香氣或是很滑順的口感，鹽的話又可以讓味道又更立體一些。那巧酥就可能有點酥脆的口感在裡面。這些所有的元素加在裡面之後，你把整個冰淇淋吃完，你會想要再找下一個來吃。那就是所謂的高適口性的食物。在食品科學有一個說法，他們叫做極樂點，它會去設計這個食物，透過裡面的甜、鹹或是油脂或是3個比例去做一個調配，讓你達到太多就會膩，可是太少又不滿足這樣的效果。它很像讓你找到一個黃金公式一樣，就會讓你一直吃停不下來。食物的飽足感不是只有你的胃有沒有被撐開滿的感覺而已，蛋白質或是纖維質會讓你比較容易產生飽足的感覺。腸道的這些飽足荷爾蒙要分泌大概需要15到20分鐘的時間，所以吃東西我們慢慢細嚼慢咽，其實是有它的道理在的。醫師，你聽到大量吃到糖這件事情的時候，真正會擔心的是哪些事？過量的攝取的糖，在長時間之下可能引發一連串的連鎖的效應。我們其實擔心的不是說你去吃了一塊蛋糕，而是說你把這些含糖的食物变成你的日常。因為我們身體要處理這些糖，蠻需要的是肝臟，肝臟會把這些糖去做一個暫時的儲存也好，或者做一個轉換代謝也好。可是如果你讓它長時間都處於在一個超時加班工作的時候，有一天它就沒辦法再去有效率的處理這些糖分。那這些糖分会跑到哪邊去？它很容易就轉換成脂肪，像我們聽到的脂肪肝、三酸甘油酯或者血糖過高。而且如果長時間處在這種高血糖或是胰島素阻抗的時候，身體會变成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態。如果你也想更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我們在下方資訊欄幫你準備連結，可以來測測看 Coffee 荷爾蒙肥胖體質分型，點選平常最容易囤積脂肪部位，就可以初步了解哪些因素可能正在影響的代謝哦。那我們回到影片，來聽聽看李醫師在診間第一線的分享。在減重門診有客戶是詳細的記錄飲食之後才發現，他以前認為相對是健康的一些飲食習慣，其實都是一些含糖的危機。像他早上可能會吃一個麵包配一個微糖的拿鐵，在下午的時候就點一個微糖的手搖飲，或是無糖，但是他有加料。運動的時候他可能會補充能量棒或者是運動飲料。那這樣一整天下來，其實無形中就已經攝取到過量的糖分。所以不是大家不在意，而是這個生活中已經讓這個糖變得太日常、太方便、太過度的容易去取得，而且變成一個好像在食物裡面必備的一個東西。這句話讓我愣了一下，因為仔細想想，這個日常一點都不日常啊！糖並不是一直都像現在這樣，曾經它貴到只有少數人吃得起，也被當成奢侈品。它從來就不是隨手可得的東西。那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便宜又理所當然？到處都是的。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這張圖表，這個時間點是18世紀初，英國人平均每年消費的糖大概是1.8公斤。糖很貴，那時候1磅糖就要花掉一個人一整天的工資，所以當時的糖不像今天到處都加一點，它更像藥材、香料或身份的象徵，不是每天都會在早餐裡面出現的東西。但回到圖表，我們往後看，到了19世紀前後，已經爬升到每年約8公斤的消費量。如果放回到我們這個年代，幾乎貼近世界衛生組織嚴格的建議線。這100年發生了什麼事？讓我們在這填空題上擺上一個名詞：工業革命。蒸汽機開始運轉，鐵路把城市一條條串起來，工廠的煙囪冒着煙，日夜不停。這是一整個世界都在加速的年代。就在這空隙裡面，糖找到了它的位置。一杯熱熱甜甜的茶，配上一片塗了果醬的麵包，便宜快，又撐得住10幾個小時的班。對那年代的工人來說，糖不是享受，是燃料。要餵飽這麼多人的甜，光靠少數人吃得起的奢侈品是不夠的。所以殖民地的甘蔗園，橫跨海洋的船運，不斷擴大的精煉工廠，一起把糖價一路壓了下來。糖就這樣從少數人的奢侈品變成了多數人的日常。而真正讓糖無所不在的下一步，發生在大西洋的另外一端。20世紀的美國把糖帶進了食品工廠的配方表。而到了1970年代，一種新的甜味劑出現了——高果糖糖漿。它是液態的，可以用管線輸送，也可以大量的調配，還能讓每一批的產品都一模一樣。對食品工業來說，它太好用了。太酸嗎？加一點。要保濕嗎？加一點。嫌顏色不夠嗎？再加一點。
從這時候開始，糖不再只是被加進甜食裡，而是被設計進各種食品裡。它不一定讓你覺得好甜，而是會讓你覺得比較順口、比較香，也比較想再吃下一口。糖就這樣從一種食材變成了一種工業材料。這套邏輯也進到了我們的生活，從早餐店的大冰奶、下課後的手搖飲，到超商架上一整排的食物，糖早就不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而是我們隨手可得的日常。我們在診間做控糖減重，很常聽到客人的反應就是，他經過2個禮拜、3個禮拜，回到一個相對健康、少糖或是戒糖的飲食之後，突然間他在吃到一口甜的東西，他反而會很不舒服，告訴我說：“醫生，這個東西吃下去為什麼我感覺這麼甜啊？我以前每天都在吃。”我們對甜這種食物的需求或者渴望越高，不見得完全只是味覺的改變，有時候可能是我們身體的一些獎勵系統、壓力、睡眠或者是環境的這些線索的影響。如果你常經過一個飲料機，看到那邊有放一塊可樂在那邊販售，你可能不自覺就想要去買來喝，或是你經過一個飲料店，手機打開外送的平台，你的大腦就會開始連接說，哦，我需要一點甜的東西進來。所以其實包含了像情境或者是習慣的衍生，這些線索都會啟動一個叫做我想吃的一個反應，不是真的你需要吃。從李醫師的角度來說，你會怎麼樣建議大家跟我們這麼容易接觸到的糖去和平的共處？我會建議看3個東西，一個是頻率、分量，還有甜度。像你以前可能是習慣每天喝全糖飲料的人，你可不可以先改成每天喝1/3糖，或改成2天喝1次，先減少這個頻率跟它的甜度為主。那也許你以前點都是大杯的，要再加料，那我現在可不可以先改成料少，改成中杯，把甜度、頻率跟分量都逐一的減少，比較能夠讓你進入一個控糖的狀態。從李醫師你自己生活上有沒有一些小訣竅可以打破這樣子的習慣？我會把吃糖或吃甜這件事情當成一個享受或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所以我不會把吃糖的機會浪費在隨手可以拿到或是沒有意識去選擇的食物上。我吃糖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可能是我今天去一個餐廳，知道這一家餐廳的甜點非常有名，是一個很厲害的提拉米蘇，我就會把它安排到我日常飲食裡面來。所以我會有意識的去安排我要吃這些甜食或是喝飲料的這個時間點，而不是每天固定到了下午2、3點工作很累，我就一定要去點一杯手搖飲來喝。如果你要去控糖，其實很難用意志力去抵抗它。真正有效的意志力就是安排一個不需要意志力的環境。好，那我有以下4點的建議。第一個，不要很餓的時候去買東西，不要讓自己餓過頭，定時定量吃東西是很關鍵的。第二個是，當你很累、睡不好或壓力很大的時候，不要去逛有甜食的地方。第三個是在家裡或是你的辦公桌，就不要放會讓你失控的東西，哪怕只是一個小餅乾、蛋卷、1小顆糖果，不要讓你的意志力有受到考驗的機會。第4個是在初期可以準備一些替代品，像無糖的堅果、高濃度的巧克力，或是如果想喝含糖飲料，先短暫的換成氣泡水。你有一個替代品的時候，也會更容易有一個緩衝的空間。這個方式會讓你比較容易進入一個控糖的階段。我在控糖這件事情上，從給我小孩看卡通這件事情，有得到一個新的結論。我有一段時間發現，他把卡通變成一個背景音樂。我們不應該把添加糖變成你的背景音樂，不應該讓它變成一個無時無刻、隨時隨地都應該出現的東西，而是有效率、有計劃的去做安排。在食物得來不易的年代，甜味代表的是熱量，是能讓人活下去的東西。後來精製糖出現了，它變得便宜，变得到處都是，悄悄地被放進我們每一餐裡。身體還停在甜很珍貴的設定，但我們的生活早就不是那個年代了。所以問題從來就不是糖，也不是不夠自律的我們，是我們身體古老的本能被放進了一個它還沒準備好的世界。我們要做的好像也不是把糖當成敵人，我們只是需要把它放回它該在的位置，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是真的想要，什麼時候只是被習慣推着走。當你是知道而且有意識的吃下那一口，而不是被動無意識的，也許那一刻我們其實就跟糖真正的相處得剛剛好了。